自己在家居然也可以做发动机，将一个密封的可乐罐中注入少许水，再加上针管、活塞和转盘，最后只需在可乐罐下方放置一个酒精灯，用手拨动转盘，在针管、活塞的带动下，转盘就会越转越快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仅依靠酒精灯的火焰，转盘就可以持续旋转呢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通过气体热胀冷缩来产生动力的。当罐中的空气被酒精灯加热后，分子的动能增加，进而密度减小，体积膨胀。膨胀的气体会推动针管、活塞向后运动，这股能量通过活塞传递给转盘。此时，针管、活塞内部空气温度下降，空气体积收缩，进而拉动活塞向前运动。这个过程反复循环，也就有了大家所能看到的持续运动的转盘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这个简易发动机在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白烟，看着仿佛与蒸汽机非常相似，但其实它是斯特林发动机的简易版本。因为燃烧过程发生在外部，所以它是一种外燃的闭式循环发动机。有趣的是，这种发动机用冰块也可以驱动。画面中这个类似摩天轮的物种也是斯特林发动机的一种，将它直接放置在冰块上，转盘也可以持续的运动。这同样利用了气体的热胀冷缩，通过温度差异使活塞反复上下运动，从而带动转盘旋转。这种通过气体冷却压缩、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输出动力的循环，又被称为斯特林循环。那如果将这个循环逆向进行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请注意，这并不是让刚刚的转盘反向旋转，眼前这个浑身冒着白霜，看上去就透心凉的铁棒，就是逆向斯特林循环的战果。利用这个原理，斯特林制冷机就被发明出来了。它有压缩和膨胀两个气缸，通过蓄热器相连。首先，压缩活塞会向左移动，此时气体被压缩，压强提高。接着，两个活塞同时向左移动，气体经过蓄热器时会释放热量，这时它的压强与温度都会降低。然后压缩活塞不变，膨胀活塞继续左移，气体会通过吸收缸壁的热量进行体积膨胀。最后，膨胀活塞与压缩活塞同步右移，低压气体再次经过蓄热器时会吸收热量，从而温度与压强都有所提升。这个逆向斯特林循环的过程反复进行，膨胀气缸也不停地被气体吸收热量，所以最终它就变成了冷端。